Radio。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根据先前的投票来看，地狱的呼声是最高的，所以说本期视频咱们对地狱的英雄进行一个排名。因为这是派系英雄排名的第一期视频，所以说咱们说一下规则。首先这里面没有战役英雄，其次排名不考虑 PVP， 统一使用深渊号角版本。正式开始之前，高低得说两句，这地狱的英雄妈的真他妈没出息，没出些东西啊，万浪费。给地狱的英雄排名确实是给毛宝龙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因为你要在一堆屎里面选一个不臭的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屎里淘金还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就是在一堆屎里面你挨个闻一下哪个更臭。光地狱的倒数前5，我又是实操，又是对比数据，又是列表格，不说了，说多了全是泪。大家投2个币安抚一下 UP 主就好了。第16名艾许，地狱英雄里面最臭的一个，基本上各个种族的鹰眼特都是倒数第一。艾许就不一样了，他不是鹰眼特，但是开局带着鹰眼术。这个嗜血奇术呢，想必也没有几个玩家愿意用。前期开荒的话，你给小怪物套效果并不明显，你给地狱犬套的话，额外增加的2点攻击力还不如你会个进攻术。俗话说得好，使用嗜血奇术最多的不是你的英雄，而是食人魔法师。如果他特长的法术你从来不用，那就相当于他没有特长。再加上这个大大的鹰眼术，他不是倒数第一就没有别人了。但是他毕竟不是鹰眼特，也就是说艾许放在一些其他派系他并不是倒数第一，地狱的倒数第一放在其他派系不是倒数第一，想必这个种族他的英雄阵容一定很强吧。第15名奥利玛，一个偏向火系的法师，特长水系魔法，虚弱无力，和嗜血奇术一样，用的最多的也不是玩家而是龙营。但为什么奥利玛是15，艾许是16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人家开局有个弹道术，怎么看也比鹰眼术要厉害不少。虽然说地狱的前期偷城斩将夺旗小有难度，但万一你玩地狱的时候要去偷城呢，这个弹道术是不是就有用了呢？笑死，在别的派系开局带个弹道术都是减分项，到了地狱这里成加分项了。第14名夏洛克斯，全游戏里面最差的伤害性法术特没有之一。像夏洛克斯这种法术特，它强就强在初期就可以使用强大的魔法，但是夏洛克斯用1点的知识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世人，不给我升级你还想用，就算升了级运气不好你还是用不了。如果我前面几集增加的都是攻击防御和力量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并且这个连珠火球是什么高端法术吗？人家港口的曼弗雷德开局带个初级火系，你有吗？所以说夏洛克斯的特长本质上和艾许奥利玛是没有区别的，他是14，纯粹就是开局的领导术比奥利玛的弹道术好用一点。是的，领导术他居然又成了加分项。第13名希瑞尔，平心而论啊，虽然地狱烈焰和连珠火球伤害都不高，但毕竟地狱烈焰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，在学了初级火系之后，两者的魔法值消耗也是一样的。简单概括就是地狱烈焰的性价比要比连珠火球高，并且希瑞尔开局还带了一个学术，当一个学术将也是可以的，至少他有魔法书。要说缺点嘛，也是1点知识开局用不了啊。你说就这种英雄，异教徒是全游戏里面最差的职业，可一点也不冤枉。开局用不了地狱烈焰就算了，关键是这是什么好用的魔法吗？就那点伤害，连取暖都不够格，用地狱烈焰还不如换一个好用的被子。说到这个被子，就不得不提神奇小鹿家的金蝉乳丝被，花小钱办大事的成就感真是让我体验到了。小几百就买到了一床蓬松又保暖的蚕丝被，3重黑科技加持，再冷的冬天只要这一条就够了。我之前睡了好多年的老棉被，一拿出来就一股霉味，又厚又重还不保暖，躺半天手脚还是冰的，盖了2天身上痒痒的，还起了疹子。这次直接换上小鹿钻研的冷热隔离技术，填充了优质的桑蚕丝，既有羽绒被的轻盈透气，又增强了保暖效果，而且天然防螨更亲肤。早上舒服的我根本不舍得起床，上层的聚乳酸纤维摸上去滑滑的，还能加速水汽排出，睡久了不会像普通棉被一样闷发潮，加上中间的远红外发热面料，能够把身体产生的热量牢牢地锁在被子里。我亲测一整晚被窝都是干爽暖和的，独特的3维立体结构，蓬松的同时还能紧贴皮肤，不管我怎么翻身都不会漏风，每晚睡得又沉又踏实。整个冬季的幸福感都提升了，内心还特地做了行缝固定，不易跑棉，好打理。7A 级物理抗菌加上 A 级母婴级面料，家里有小宝宝也能睡得放心。3种尺寸，大床小床都有的选，
快来把你一整个冬天的温暖带回家吧。第12名，艾希斯。终于看到一个正常人了。艾希斯他能得到12名的成绩，并不是他很强，纯粹就是他很正常。深渊号角里面神秘术获得了加强，而且异教徒开局只有1点知识，还是比较需要这个技能的。但是正常并不代表它好用，因为它开局带了个玉器奇术，开荒的时候你不碰见雷元素和气元素，这个魔法相当于没有。神秘特排到第12名，真的是地狱自有国情在。这位就更是重量级了，他就是火蝶特瑞斯卡。作为火蝶的犬父，瑞斯卡的槽点多得无处吐槽，开局有学术没有书，并且火蝶可能是6级兵里面最不需要特长的一个了。到了6级兵特长这里，最大的效果就是增加速度。火蝶表示本来就能下底，真的不需要你这个犬父再给我助一把力。人家要塞开荒那么强，选一个没有开荒能力的太子都很难受。地狱什么条件？开局学术加智慧术，完全没有开荒能力。要是你把开局的技能换成战术和进攻的话，高低得是前5甚至前3。第10名，卡利德。这是一坨用硫磺制成的大便，尽管它是一个大便，但是人家当辅助还是合格的。在地狱城，只要你下雨知道躲，你就击败了很多英雄。卡利德就是凭借着硫磺加1击败了5个地狱选手，甚至人家开荒也比那5个厉害，因为开局带的是攻击加速，2个伤害性法术特，2个法术特，还有一个强大的兵种特被一个资源特骑在头上拉屎。要是有水晶妹萨菲罗斯那个强度也就认了。嗨，算了不说了，在地狱你能找到一个合格的辅助就很不容易了，且用且珍惜吧。第9名，泽达。地狱唯二的2个后期能在及格线以上的英雄，代价就是不具备任何开荒能力。魔力特并不是什么很强的后期英雄，甚至可以说在后期英雄里面属于很差的一类，在大多数的派系都得排到10名开外。泽达表示，嘿，你没想到吧，我在第9名。他初始属性不如斯蒂格，技能数不如戈德，开局的技能不如山德鲁，属性成长不如马尔克斯。尽管在魔力特里面属于倒数水平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泽达这个英雄还是很正常的。在地狱，你只要是个正常人，你就击败了一半的英雄。第8名，小怪物特伊戈纳蒂斯。英3最差的1级兵特没有之一。首先，开局带个干扰，广大强迫症玩家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其次，开局的部队实在是太少了，但好在他开局有个战术，使得小怪物的开荒成为了一种可能。在魔暴龙的排名视频里面，前期的开荒能力是要强于后期的。魔暴龙曾经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之下，用它挑战7个要塞。你问我好不好用呢？我只能说，当你觉得它好用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了地狱专家了。反正我是觉得不好用。第7名，纳美斯。开局进攻术对于地狱城而言那是功不可没，这个英雄就开荒能力而言是很强的，当然这只局限于地狱，他吃亏就吃亏在特长上了。如果他是一个地狱犬特，一个猪头特，你在前期的开荒都是可以指望一下的。偏偏好巧不巧的是邪神升了级什么水平大家懂的都懂，就算你玩养猪，你也得选择猪头妹而不是他。前期开荒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终极进攻术的白板。第6名，地狱犬特菲欧娜。地狱猎犬这个兵种，说实话，除了产量低一点之外，还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槽点。深渊号角里面侦察术加强了，就算你不让他当主将，当一个侦察兵用一下也很合格。这个英雄在 PVP 里面很强，咱们讨论的是 PVE。毕竟一个玩家玩 PVP， 如果连地狱都用得得心应手的话，我想他们看魔暴龙的视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。如果你真的是个强迫症，觉得学一个侦察术对于技能树来说是偏了的话，那么往好处想一想，它毕竟只有一个呀。某一些开局侦察加神秘的还没说话呢。第5名，猪头妹玛丽斯。开局终极防御对于开荒来说毫无帮助，都是小脆皮，你防谁呢？全部防不出去啊。但是这个英雄和小怪物特一样，让你带猪头出去开荒成为了可能。玩地狱养猪的话，他也是最适合的英雄。他带长脚恶鬼的话是7点速度，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威慑力的，并且这个英雄你用多了就会发现他的技能数非常的正。虽然开局终极防御术有偏的风险，但是他好歹没有偏，这就比一些开局偏1个技能或者2个技能的英雄厉害不少。当然这种质量在其他派系不可能排到第5名，不信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地下城远比他厉害的戴斯能排到多少名。第4名，地狱的最强后期艾登。智力特还他妈最强后期，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啊！4个钢板特，2个招魂特，2个进攻特表示啊，是你最强后期，
一些英雄，你说他前期不行，他好歹是有一点能力。再拿泰泽举个例子，好歹是有个防御术，比纯白板还是厉害一点的。艾登就不一样了，他一点知识，开局的智力和没有差不多，并且这个英雄开局带的魔法是透视大地，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开荒没有任何帮助的魔法。放三国志里的话，相当于武力个位数的选手，为什么这么不好用还排到第4名呢？没办法，地狱就这么一个好用的后期英雄，凑合用吧。第3名，金比特奥格塔维亚。尽管他是所有金比特里面最菜的一个，但是这仍然不妨碍他在地狱成为第3名。他和纳美斯一样，开局都有进攻术，不过一个是中级，一个是初级，用进攻术低一级的代价换一个增加350金币的特长，怎么看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地狱一共3个学术将，2个开局没输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什么也说不了呀。在地狱你想开荒强一点，依靠一个进攻术防御术都是不行的，远远没有开局一天给你加350个金币吃得开敲得响。从他之后的地狱将领终于有一点像样的开荒能力了。第2名卡尔，开局全是火猴子，还带个剑术。尽管在 PVE 里面侦察术并不是个好技能，但卡尔的开荒能力在地狱城里面已经是最强的了。想要堵地狱的门，你都不需要高级兵，你就放对半人马首领他都解决不了。用卡尔的话，搭配一点小怪物当炮灰，挑战半人马首领这种强大兵种还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卡尔也有问题，他后期能力几乎为0，马格的仇恨值和神射手差不多，尽管生命值比神射手肉，但是产量比人家低，真要死起来是差不多快的。一个马格13血，一个怪物4血，一个马格售价175金币，一个升了级的怪物售价60金币。也就是说，电脑消灭你30个小怪物和消灭你10个马格对你的损失是一样的。有人说可以不给小怪物升级啊，不升级你就养不了布，升了级你就上当了。当时养某试一试。当然这都是玩梗，实际上卡尔的强度还是很高的，尤其是深渊号角马格可以 AD 版之后，在强度方面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和城堡的弩手特小威摆摆手腕。第1名弩车特飞瑞，论打仗的效率他不如卡尔，论捡东西的话飞瑞可就不困了，人家开局有后勤学。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后勤学这个技能你第1天就有和1个月之后再学那是2个概念，再加上飞瑞开局送个炮车白赚2500。不过弩车特是一个纯粹的前期英雄，除了捷大炮和格尼森之外，到了后期这些英雄通通的默默无闻。飞瑞最强的地方反而是他开局带着后勤学，尽管魔鬼学后勤学的概率很高，但是呢开局带着还是具有先天的优势。简单概括的话就是飞瑞有一定的开荒能力，开局的技能也很好，但后期能力不及格。综合起来看的话，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将领，但是地狱10分的完美是不可能的，你可以做到9分完美就很不错了。就像本期视频，每个观众投2个币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投1个就很不错了。那么地狱的排名视频就做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